这个性感御姐有多惨？来酒吧寻找新的榜一大哥，一群劫匪突然窜了出来。胡子男抢完金银钱财，还看中了美艳的女人，扛起她就要回去当压寨夫人。苏菲则用美人计稳住了他，成功拖到警察赶到。胡子男见势不妙，扔下苏菲跳河溜之大吉。结果警察为了 KPI 诬陷苏菲是劫匪同伙，法官也不问是非，判处苏菲入狱10年。一段长时间的跋涉，苏菲来到了女子监狱，这里堪称女人的噩梦，堕入其中必死无疑。苏菲还幻想着洗刷冤屈，能够出狱重获自由。监狱长是个瘦弱老头，心肠比毒蛇还要恶毒，警告新囚犯们乖乖听话，否则会遭到残酷惩罚。苏菲一行人脱光衣服检查，胖狱警贪婪地注视着，看中后就留下来享用。苏菲侥幸逃过一劫，可刚到囚房，狱霸按照规矩要给苏菲来个下马威，眼看就要遭受皮肉之苦，幸好黑发妹伸出援手，狱霸最终手下留情，只要求苏菲以后乖乖听话。监狱长视钱如命，在监狱里建造了这堂加工厂，囚犯们则成了免费劳动力，每天007无休，还没有5险1金。如此高强度工作，柔弱女人自然承受不住，每天都有人疲劳晕倒。监狱长对此毫不留情，直接把人扔入鸟笼，当牲畜一样展开折磨。监狱长为了巴结高官，请他们挑选女囚享用，貌美的苏菲自然被选中。经过痛苦一夜后，苏菲决定越狱逃离苦海。第二天工作时，苏菲乘狱警不备，跳入河中逃到了森林里，走入一户人家想要帮助，对方却见色起意，把苏菲拉入房中，打起了扑克。不久，狱警也找了过来，苏菲穿上衣服被带了回去。监狱长为了警示众人，把苏菲吊起来暴晒。1天后，苏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不过她并未因此屈服。正所谓人多力量大，苏菲开始劝说其他女囚，反正早晚会被折磨致死，不如放手一搏，团结起来反抗监狱长。众人最终达成一致，这天夜里展开了行动。一名女囚师展美人计，成功制服一名狱警。苏菲拿着钥匙释放了所有囚犯，一场暴动由此开始。女人们拿起武器反抗，却遭到了火力压制。为了报复监狱长，女囚们烧了这堂工厂，监狱长最终埋于焚毁的工厂之下。大部分女囚不幸被机枪杀死，苏菲和几个狱友侥幸逃脱。他们顺着河流，一路艰险踏上了自由之路。